刚刚从美国旅游回来，不吹也不黑，想说点不一样的话，今天呢全部都吐出来，真的憋得太难受了。我现在是来到武汉的街头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武汉街头啊人潮汹涌，在美国街头啊晚上根本不可能看到这么多人，大部分房子是眼前那样的老式建筑，因为武汉这里啊也是曾经是租界。所以有很多外国人呢会来这边，比如说修了很多房子啊，还有很多银行。走在这个街上可以看到人山人海的，人潮汹涌的。美国呢都说是一个发达国家，但去了之后啊，说实话，真的感觉跟大农村一样的。马路上的各种小吃店呢，大部分呢像都是那种那边的日本料理的店呢，都是中国人开的，还有韩国的那种韩式餐啊，也是中国人开的。不得不说，咱们中国人真的是聪明，因为用那种东西啊。食材的话可以自己定，价格可以控制成本，所以能赚更多的钱。中餐的话在那边也很火爆，但是呢做中餐的话说实话成本可能会高点，因为都要把它煮熟，韩餐啊日料啊之类的生的就可以吃。而且呢很多人呢在美国那边的浪费粮食非常的严重，在美国那边呢有外卖，但是外卖非常的久，可能5个小时6个小时才到手。不得不说在咱们大中国生活太方便了，在那边真的好不习惯啊！你出门的话不能用扫码支付，没有共享单车，乡镇的共享单车在美国你根本不可能有。再包括共享充电宝啊，在美国也没有的，因为扫码支付都不普及的话，他们都是用现金或者刷卡的。习惯于透支资费，在街头呢，美国人呢可能手上连500美金都拿不出来，不像咱们中国人呢，手上有很富裕的，都喜欢存钱嘛，把钱存起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美国人没有居安思危的意识，都是透支消费的，像那种信用卡花呗都从美国流传过来的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武汉街头啊，灯火辉煌的，很多美国人呢来到咱们大中国之后都感叹啊，都说被西方媒体啊给骗到了，说中国晚上呢都是治安不安全的。事情真的像西方媒体所说那样吗？不得不说，美国人虽然说他们自由，真的自由吗？说什么透明，真的透明吗？都被他们的媒体给屏蔽掉了。很多美国游客来到中国之后，真的被中国的城市发展建设给震撼到了。不得不说，美国这年的发展真的是停滞不前了吧？可能说是在走下坡路了。美国的美债危机啊，说实话，真的不得不说，美国这几年真的在走下坡路，真的看完之后让人感觉到不可思议啊！曾经的发达国家，曾经的那个美元的霸权主义，真的总是把战争啊带给那些和平的地方，然后把一些不好的争论带到别的地方，制裁别人，就以自己的形式去欺负别的小国家。像这样的一个美国呢，你们还想过去赚美金吗？我告诉你，在美国啊，晚上住酒店啊之类的很贵，动辄大几百美元，高则上千美元，没有那种几十美元的。人民币汇率的话，100美元一晚就700块钱，200美元一晚就是1500块钱，一般人住不起的。去美国呢，你没带个5万块钱、8万块钱，你根本在那边待不了多久就要被回来了，因为根本就不够花。在美国街头啊，晚上呢都是各种团体，不像咱们大中国啊，吃烧烤的吃烧烤，跑步的跑步，游玩的游玩。美国人的浪费食物现象非常严重，他们垃圾桶里面都有做好2个小时以内的，就是刚超过2个小时那个熟食啊，因为没有外卖嘛，必须得把它扔掉，或者分发给门口的流浪汉。在这个店铺门口啊，可以让流浪汉坐的，在美国那边就这样子的，流浪汉可以坐在店铺门口的。美国的房子大部分是这样子的，就是像这样的年久失修的、比较旧的、比较那个破的。因为这边曾经是租界嘛，所以很多那种洋房嘛，在美国那边很多房子都这样。如果你们去过美国就知道，除了纽约和洛杉矶有那么几栋高楼以外，其他地方真的就像个大农村一样的。而且美国地铁没有信号，很嘈杂，因为毕竟有100多年了嘛，对不对？虽然说美国呢早些年比较发达，但是这些年来说，我觉得他们的 GDP 啊还是比较高的，但是不得不说，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去生存吧。